Hello， 大家好，我是 Kelvin。当尼康的24 f1.8S 推出的时候，有朋友留言问我，1430 F4 和它买哪一颗啊？今年20 f1.8 也推出了，又有朋友问我，到底20、24、1430这3颗镜头到底如何选择？我相信这个时候弹幕就会说都买。不过哪怕都买了，就像现在这样子，全部摆在你们面前，当你需要拍照或者拍视频的时候，也不可能都带出门吧。所以今天我们就聊一下，在不同使用场景下，到底如何选择这几颗镜头。本期视频某些观点也或许适合其他相机品牌的用户哦。短短的1年时间之内啊，尼康推出了3颗 Z 卡口的广角镜头，有变焦，有定焦。一般来说，当我们纠结的时候，我们就会比较，从参数入手，说服自己。但是这次还真的有点难度。先从镜头的等级说起吧，它们并不像这个竞争对手那样子，还分了不同的等级。这3个镜头都是属于尼康的 Z 卡口 S 系列，也就是说，它们都是在同一个等级上面的。在外形上面比较一下，它们都几乎差不多大小、差不多的重量、差不多的设计，所以从颜值和这个便携性上面也没有太大区别。都是广角镜头，用它来拍风光，很多时候我们都需要上不同的滤镜吧。它们都不是灯泡头，都可以直接把滤镜领在镜头前面。那再看看光圈，一颗 F4， 2颗 F1.8。大部分人使用广角来拍摄风光的话，都不会使用大光圈来拍摄吧，所以 F4 也没有问题啊。那如果拍星空呢？ Z6 和 Z7 高感都挺不错的，就算使用 F4 这样镜头也是 OK 的。那我们再比较一下价格，截至这个2020年的4月25号啊，1430 F4 淘宝售价7500到8000人民币左右，24 f1.8 7000人民币左右，20 f1.8S 7500左右。那我们再比一比他们的官方 MTF 图，对的，基本都非常接近。尼康就是这样子逼死所有有选择困难症的朋友们啦。不过其实这3个镜头所对应的人群或者使用场景都不一样。如果有朋友和我说都买下来，其实我并不会觉得惊讶。对于绝大部分人来说，如果只是希望买一颗广角镜头去填充你的镜头焦段的话，在旅游的时候拍一下风景，拍一下室内环境，拍一下建筑，再拍一下合照，那广角变焦镜头1430 F4 就非常合适了。这个镜头无论是14端的超广角震撼视角，还是30端的小广角，都可以应付在旅游时候不可预测的情况，还有环境下拍摄。如今旅拍，不少人不仅会拍照，还会拍 vlog。这个镜头的18到20这个焦段区间呢，就非常适合了。F4 的光圈虽然不会造成超前景深，但是呢，还是可以向观众交代身处的环境是如何的。去旅游的时候，入夜之后，我们也不会一直待在酒店吧？哪怕去到荒山野岭拍拍星空，配合 Z6 还有 Z7 1430 F4 客串一下拍星空，问题也不大。根据个人喜好，如果再搭配一个35、50或者85定焦这样子的组合，我相信已经可以满足绝大部分人旅游时候的需求了。如果您是我之前视频里面所提到的旅游摄影达人，或者狂热的这个风光摄影爱好者，并且正在使用尼康的无反相机，希望带一套轻量化的广角镜头和滤镜，那或许你们可以考虑一下1430 F4 配上20 f1.8 这样子的组合。目前来说，绝对可以应付白天的风光拍摄，还有晚上的星空银河拍摄。那如果您是记者、婚礼摄影师、活动摄影师或者自由职业摄影师，每天都会遇到各种的拍摄题材，有些时候都会无法预测现场会发生什么事情。那变焦广角镜头肯定是首选，1430 F4 或者之后推出的1420 f2.8S， 绝对是一颗每天都可以带出门的镜头。那为什么我拥有了1430 F4 之后，还购入一颗24 f1.8S 呢？由于工作需求，我经常都会拍到一些室内的环境人像，或者活动上面为来宾拍摄合照，我会根据现场情况选择24或者35进行拍摄。大光圈的24，在某些时候再配合它的大广角，可以轻易把模特拍到大长腿的效果。而由于我个人并没有购买2470 f2.8S 这颗镜头，只有2470 F4， 很多情况下室内拍摄，无论是近光量或者背景虚化，F4 光圈都无法满足我的拍摄需求。
所以24f1.8s 这样镜头就可以成了我的常用镜头之一了。还有一点，24毫米这个焦段也非常适合用它来拍小姐姐跳舞哦。当我需要拍摄婚礼或者活动视频的时候，配合稳定器使用的情况下，我会使用1430f4 拍摄这个场地的布置，24.1.8s 拍摄这个主角。这样子靠近一点点可以拍半身，退后几步可以拍全身。重点是配合这个1.8的光圈，可以拥有更多的进光量，还可以更凸显主角，相比 f4 的光圈更有电影感。而且24毫米这个镜头还是这3颗镜头里面最轻便的。那如果呢，你已经拥有了2470 f2.8s 这样的变焦镜头，又或者已经拥有了35电焦，还想购入一支定焦的广角镜头，那20毫米或许会比24毫米更适合您。20拥有更广的视角，再加上广角镜头的近大远小的透视原理，近摄的话还会把靠近镜头的主体拍得更有冲击力。但是呢，唯独20毫米相对来说更适合拍风光、拍星空。如果用20来拍人的话，真的要好好把握好角度，需要好好研究一下构图，初学者真的要留意哦。尼康的20.1.8s 还有24.1.8s 这2颗镜头其实真的非常接近，但是呢，如果一定要比锐度、要比虚化、算光控制等等，我使用下来，我感觉20毫米稍许优秀一点点。不过如果需要拍摄人像，我会毫不犹豫选择24，而并不是20。如果用来拍 vlog， 老实说，这3个镜头都 OK 的。而且我相信你们应该不会花7000多块钱买一颗镜头用来拍 vlog 吧？这应该只是它的附加功能而已吧。所以最好还是可以结合我上面所提到的不同使用场景再做决定。总结，对于绝大部分人购买1430f4，一般情况下都可以满足我们对广角镜头的需求了。而考虑购买20或者24定焦广角镜头的朋友呢，其实也清楚知道自己的拍摄题材是什么了。还是那句话，这3个镜头并不存在谁代替谁，它们之间更是互补的关系。其实我个人还是建议大家，如果可以的话，在购买之前先租一下，看看哪个焦段更适合自己，用起来更顺手，再做决定。毕竟这3颗镜头都不算便宜啊。视频最后我再提一个我的个人观点，如今科技其实各大厂商已经把他们的所有镜头，无论什么焦段，无论是定焦还是变焦，光学素质都做得非常好了。我真的不建议大家只看参数、看镜头评分去选购一颗镜头，而是根据实际用途、自己的拍摄需求，选择一颗最合适您、最常用到的焦段的镜头。我相信，当我们拍摄完一张照片之后，展示给亲朋好友看，或者拿去比赛，没有几个人会放大100倍去看看中心锐度如何、边缘如何、紫边如何，也不会因为我们用了哪颗评分高的镜头而觉得我们所拍的照片特别优秀、特别好看，而获得更高的评价或奖项。但是照片的构图、曝光、创意和后期，决定了到底它能否吸引大家的眼球，能否脱颖而出。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所有内容了。如果喜欢我这期视频的话，请给我点赞、留言、转发，还有订阅我的频道哦。感谢大家收看，我们下期视频再见，拜拜。